身陷泥潭，奋力拔腿时，竟拽出半截白骨。这只手不是像是6年前官银结案的死者？从皮肉的腐烂程度上看，此人死去的时间最多2-3个月。这个军卒跌进泥潭后，随随便便就能带出一只手，说明这个泥潭里不知沉进去了多少尸骨。可卧虎台村早已荒弃，谁会接连在这里杀人抛尸？又为何要将尸体沉入泥潭掩盖痕迹？多年来，凡到此耕种定居的百姓皆离奇失踪，如今看来都是遭了毒手，尸体被统一沉进泥潭。这不是意外，是有人故意将卧虎台村打造成鬼域，用闹鬼的传闻驱散外人，掩盖这里的秘密。奇怪，这泥潭那边有一个奇怪的印记，边缘规整，好像是被什么人坐了一屁股似的。哦，对了，方才那程疯子一直摸着那块巨石，盘怎么都没了？他到底在找什么？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的吗？你仔细看过他刚才摸过的那块大石头没有？那块大石头朝上的那一面，颜色好像稍稍有点深。石头的表面是潮湿的，说明石头在不久前才被翻了个身。既然那个程疯子一直摸着石头，说他找不到了，那他要找的东西是不是在大石头翻身之后被压在了下面？赶紧回去看看。随后，他们几个人飞快地返回，又向程疯子那边赶去。那块石头比圆桌还大，我看700-800斤都不止。这村子里除了老太婆就是侏儒，就算把他们捆在一起，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那块石头怎么可能是被翻过来的呢？有一个人，他就有这么大的力气。刚才在泥潭边的那个被做压的痕迹，仔细看，很像是一个脚印。当时我还不敢相信，可仔细一想，那个好像大脚印一样的痕迹，再加上那块巨大的石头，还有我们路过瞎子他们院子时墙上铺的那块奇形怪状的大桌布是什么了？我想那是个裤衩。这个鬼村里有个巨人。随后，当他们折返回程疯子所在的巨石旁时，却见程疯子已瘫倒在地，半把剪刀深深地插在他胸前破衣处，剪刀刃口还沾着新鲜的血沫。又是杀人灭口。上次王员外家的知情者也是这般，在我们找到线索时被迅速灭口，凶手定在附近盯着我们。剪刀刺入右胸第3肋间，已穿透胸膜，伤及肺动脉。他现在是急性血气胸，合并大失血，最多还能活几分钟时间。我这暴龙丸含琥珀、朱砂、檀香、夜交藤能安神镇邪，或许能让他暂时清醒。要不要为他服下？给他吃。苏信迅速将药丸塞进程疯子口中，辅以指压人中，劳宫2穴催他吞咽。片刻后，程疯子眼中的疯狂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深入骨髓的恐惧与绝望，嘴角不断溢出黑红色血沫。是回光返照，濒死之人本就心神归位，再加安神药，或许真能从疯癫里拽回他的理智。都死了，全死了。谁死了？你看见什么了？是看见凶手杀人了吗？170多村民，300手刀营，都死了。没想到程疯子后面的话说的居然不是那些死在泥潭里的村民，而是6年前观音大劫案时的情景。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黄昏，山贼杀了村民，换了他们的衣服，守在官道酒铺里。官兵喝了酒就倒了，然后割喉，血是烫的。他们动不了，睁着眼被割喉。我出不去了，我逃不掉了。程疯子说到这里，身体突然剧烈颤抖起来，从他嘴里喷出来的血沫显现出了鲜艳的红色。虾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来自肺部动脉，他已经完了。果然，程疯子拼命地蹬着双腿，几次呼吸间便直挺挺地没了气息。他亲眼看见了当年的劫案，难道他是幸存者？不是，他是凶手之一。割喉的时候，从咽喉里迸溅出来的血是滚烫的，通常只有亲手割过人的才会记得这些。没错，我方才按他劳宫穴时，摸到他掌心有2道深茧，和独眼蒜泥赵红绸的一模一样。那是常年苦练双手刀，握刀处与刀背摩擦形成的旧茧，绝非普通村民或山贼能有。他可能也是手刀营的叛徒。如此一来，案情便清晰了。当年作案的是2伙人，一伙是淮西王庆的山贼，另一伙是手刀营的叛徒。山贼提前潜入卧虎台，屠杀全村170余名村民，换上村民衣物，守在路边的酒铺。押送官银的300手刀营将士途经此处，进店买酒解渴，误食了掺有蒙汗药的酒。随后以赵红绸、王虎、王富、程疯子为首的14名叛徒与山贼合力，将昏迷的同袍一一割喉灭口。之后，他们用手刀营的运粮车搬运尸体，官道与村子间的车辙痕迹正是运粮车留下的，所以车板上才会有血迹。这就是当时的经过。眼看着天都黑快黑了，
还有别的线索没有？当然有，把这块大石头翻开，看看下面有什么。随后，司城王焕一声令下，10几个军卒一起合力动手。那块7、800斤的大石头，终于轰的一声被翻了个身。等到石头的另一面朝上显露出来，大家立刻就看到了那个程疯子所找的东西，原来是刻字。大王神兵，乌纱点将，血尽白银，魂游村庄，刀刀割喉，不分猪苗，人哭鬼笑，击鼓碑上。击鼓碑，那是什么鬼东西？你们谁听说过？击鼓碑没听过。看起来这几句像顺口溜，又像打油诗的玩意，是程疯子亲手刻在石头上的。这番话里的意思，好像是描绘了6年前白银劫案那天发生的事。程疯子绝不会无缘无故回到这里，也不会没缘由就把这几句话刻在石头上，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天色渐暗，这村子凶险万分，凶手随时可能再下杀手，且那巨人仍未现身。司城大人，不如先找处坚固的宅院歇宿，梳理今日线索，再谋后续探查之事。好，念萝卜李丽呢？让他带路找歇宿的地方。大人，李丽不见了。方才翻石时，我便觉不对劲，回头一看，他就没了踪影。